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兰香如故造型被指复制粘贴，网友消消乐玩上瘾了。兰香如故开机前就自带话题，改编自晋江古早虐文《兰香园》，原作强取豪夺的狗血剧情被编剧大改。女主从逆来顺受的丫鬟升级成双商在线的商战大女主。谭松韵一人分饰两角，被抄家的官家小姐沈佳兰和替身丫鬟许兰香，设定类似《错点鸳鸯》里的赵丽颖，但观众还没等到剧情展开，就被造型劝退了。有人翻出谭松韵近3年的古装路透图，锦心似玉里她是刺绣世家少奶奶，罗11娘蜀锦人家，颜染坊千金季莺莺，兰香如故又变成织锦女工沈佳兰。3部剧都设定在明朝背景，造型师仿佛复制粘贴，淡色交领短袄配素色马面裙，头发永远梳着低盘发，插2朵仿真绒花。网友整理出3部剧造型对比图，发现连服装色系都高度雷同。锦心似玉里穿浅蓝配月白蜀锦人家，换成浅绿搭米黄兰香如故又回到水蓝色，唯一区别是丫鬟17裙摆短3寸，方便干活。谭松韵工作室放出的定妆花絮里，谭木都在刷，建议造型师玩奇迹暖暖练练手。刘学义也没逃过造型翻车。这位被称为古装扮永久帅哥的演员，在《春花宴》里束发佩剑的将军造型刚被夸上热搜，转头就在兰香如故栽了跟头。剧组给他设计的头巾造型被吐槽像裹粽子，黑色布条从额头缠到头顶，发髻紧贴头皮，把原本立体的五官压得扁平。对比《春花宴》里高马尾加金属护额的造型，观众直呼暴殄天物。有人发现剧组头巾尺寸明显失误，正常明制头巾宽度在5至7厘米，刘学义这款目测超过10厘米，完全遮住眉峰。更离谱的是，盔甲设计直接照搬横店通用款，肩膀处填充过度，让178厘米的刘学义看起来像套着纸箱的墩子。造型争议背后藏着行业潜规则。某剧组服装师爆料，现在古装剧服画到都是流水线生产，横店有20多家代工厂专门做爆款同款。以明制汉服为例，基础款短袄报价380元每套，绣花款680元，稍微改个领口就算定制。谭松韵在3部剧里穿的短袄都来自同一家叫唐工业宴的供应商。这种操作直接导致演员陷入角色脸盲。张晚意在《长相思》和《柳州记》都穿着茶色圆领袍，张凌赫从《宁安如梦》到《四海仲明》永远披着白色大氅。最惨的是宋轶，近5年7部古装剧造型被剪成合集，评论区说要不是发型不同，还以为是同一部剧。观众早就受够这种敷衍。有人统计2023年上线的42部古装剧，超过70%存在造型同质化问题。当兰香如故路透视频点赞量卡在50万时，隔壁锦月如安因为给女主设计了12套不重样的唐风襦裙，为播仙火拿下200万点赞。剧组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去年蜀锦人家开机时，就因给谭松韵设计麻花辫粗布衣被骂上热搜。这次兰香如故特意请来知否造型团队救场，没想到对方拿出2021年给赵丽颖设计的明制模板，稍改袖口花纹就交货。网友扒出设计图对比，连腰封上打滴折子数量都一模一样。面对群嘲兰香如故，造型指导终于出来回应，初期造型朴素是为了体现女主落魄，后期成为皇商后会换成织金装花缎。这场风波暴露出古装剧的尴尬现状，投资方既要控制成本，又想要话题热度。某平台制片人透露，现在 S 家古装剧服画到预算普遍砍掉30%，
主演服装费从每套8000降到3000，只能找现成模板改款。毕竟比起可能被骂的造型，他们更怕像雪鹰领主那样花300万定制盔甲却哭得无声无息。谭松韵和刘学义的困境也是行业缩影。33岁的谭松韵急需转型，但甜妹脸限制了她接成熟角色。刘学义明明有少年歌行里妖僧吴昕这样的出圈造型，却被塞进不合身的头巾里。观众在官博下刷屏，不会做造型建议让位给 AI， 至少 AI 知道什么叫量体裁衣。这场消消乐是造型大战，或许要等到某部剧因为服化道创新大爆才会改变。就像2018年《延禧攻略》带火莫兰迪色，2020年琉璃让战损妆成为流量密码。但现在的剧组似乎连抄作业都懒得换个本子。谭松韵从甜妹到大女主的荆棘之路。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双眼含笑、气质灵动的谭松韵似乎永远是那个住在青春校园剧里的邻家女孩。但当她跪在青石板上换衣的路透照冲击你的视网膜时，你是否有一种突如其来的陌生感？一位曾以甜妹人设大杀四方的90后女演员，正在勇闯属于大女主的险峻赛道。她能否撕掉傻白甜的标签，真正迎来演技上的成人礼？又或者，这只是娱乐工业设计的又一场换汤不换药？答案尚未揭晓，但争议早已沸腾。甜的发腻还是狠得出圈？这是观众对谭松韵的最大关注点。在新古装剧《兰香如故》中，她挑战一人分饰两角，敢于将甜美彻底颠覆。这部由桐华担纲编剧、曾操刀绣春刀的团队制作的作品，剧情设置颇具爆点。她演绎罪臣之女沈佳兰，与丫鬟许兰香交换身份，带着灭门之仇在深宅中斡旋，同时完成从弱者到掌权者的蜕变，从啃西瓜的甜妹到背负仇恨的狠姐。这转型虽然吸睛，但也不乏质疑声。有不少人认为，这种甜妹黑化套路化严重，更可能是另一种表演上的刻板标签。观众到底是期待她彻底脱胎换骨，还是害怕她只是披了一层苦情的外衣？质疑成了这场表演背后的核心悬念。乍看之下，《兰香如故》延续了古装大女主剧的传统套路，权谋斗争加身世沉浮，但剧情革新体现在两个方面：角色的身份互换和女性互助的主题。沈佳兰与丫鬟许兰香的双重人格演绎，成为全剧最大的看点。从低眉顺眼的罪臣之女到凛然直面的当家主母，谭松韵用细致的表演传递情感，一颦一笑间构筑角色的复杂性。屏幕前的观众很难忽视她眼神中流淌的杀意和决绝，而剧组更是为烘托人物刻画做足了功课。青石板换衣的路透早已刷屏全网，而据片场人员透露，为了揣摩角色打工者的状态，他时常观察保洁阿姨和外卖员，这种贴近生活的表演风格，给角色注入了真实的烟火气。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的女性群像描写脱离了宅斗窠臼。李梦饰演的反派赵月婵也不再光是工具人，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她的一句台词“女人何必为难女人”，点明了剧情的核心理念。谭松韵和李梦在一场共饮毒酒的戏里，共同展示女性面对命运逆境时的友谊与抗争。这种对传统古装剧的突破，让众多观众眼前一亮。剧情的发展来到一个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阶段。沈佳兰重新回到属于她的主母位置，身份从底层爬升到权力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命运的终结。观众可以看到角色在表面上的强大与实质内心的孤独矛盾之处。背负家族仇恨的她，还需要用政治手腕化解深宅中虎视眈眈的各方势力。看似风平浪静，实则一步步走向新的紧张。于此，一些对剧情和角色的质疑渐渐浮现。
有人认为这部作品虽然突破宅斗模式，但核心还是一个强取豪夺加逆袭公式包裹下的古装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价值。剧中刘学义饰演的将军角色遭遇不少网友吐槽，甚至连头巾造型都因其突兀像糯米团子。谭松韵的表演也有人批评为用力过猛，觉得她在恒姐与甜妹之间切换时的对立过于刻意。这种矛盾评价的存在，让观众既期待又忐忑。就在这种复杂情绪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剧情迎来了方向性的惊天反转。原来，沈佳兰的复仇身份早已被某些人识破，而那些她费尽心力隐瞒的秘密被层层剥开。剧中她与林锦楼刘学义饰演的关系也随之变得愈发扑朔迷离。掩藏在深宅权谋中的女性力量逐渐显露。关键是，复仇之路不仅没有让两位女角色陷入传统的大女主剧争男或争权的老套路，甚至在最后直接点燃了围绕家族命运的更深矛盾。之前埋下的一些伏笔，比如织姬间那段手势默契的戏份，意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剧情发展将矛盾推向新的高度，沈佳兰是否会彻底放手复仇，开启新的事业角度，还是会被仇恨压垮从而失控？观众的认知在这场剧烈反转中再度被刷新。当事态看似解决的时候，更大的问题却悄悄袭来。无论是沈佳兰的破局是否彻底成功，还是剧中其他女性角色面对新的境遇，当权柄重新被赋予，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接下来角色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剧情这时进入假性平静阶段，问题表面看着解决，实际上埋藏着更深的危机。不少观众发现，由于部分剧情拖沓，角色塑造虽然可圈可点，但难免在情节逻辑上有一些强行合理化的痕迹。大家不禁担忧，这部剧会否在后续走向中再度陷入大开金手指的误区？谭松韵的角色红利能否真正撑起整部剧，还是会像许多养老型爆款一样，好山好水好无聊？在中年转型这条路上，中国娱乐圈里的演员总是走得跌跌撞撞。谭松韵的尝试很勇敢，但是否真的能从一个甜妹蜕变为一个扎实的大女主，还需要时间检验。大女主不是靠外在苦情，也不是靠矫揉造作的黑化，而是需要扎实演技与深刻故事的全方位融合。回看国内此前的诸多古装剧，你会发现不少角色越是独立，越容易成了剧情的工具人，能跳脱这一窠臼的才是真英雄。谭松韵这次算是交了一份不俗的答卷，但比起她的角色命运，我们更期待她未来的作品能带来深刻与惊喜的结合。甜妹要转型，这没问题，但是否真的靠黑化就能成功？谭松韵这次的尝试，我们到底该期待她蜕变，还是反思娱乐圈对女演员刻板标签摆脱的难度？期待你的留言。